在这个家里头，宋思明感觉随着日积月累，自己已经被排除在集团以外了。这么多年，欠老婆孩子的太多太多，在没注意的时刻，孩子都长成大姑娘了，而孩子儿时的样子，自己竟然都记不清了。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孩子骑在自己脖子上看灯的喜悦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旁边一对年轻夫妇举着个3、4岁的小男孩，一家特别融洽地走在人群里。爸爸充满爱意地把儿子抱在怀里，不停地说这说那。宋思明突然想有个小宝宝，另一个小婷婷，让自己可以拥在怀里好好的疼一疼。还早，还早，还早这么久不给自己一个电话，从那天夜里起就消失了，这对自己不是一个好兆头。还是给他时间，让他自己处理。宋思明现在就在等海藻的宣判。宋思明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在心里对海藻说：海藻，我也不是万能的。你的孙子呢叫贝克汉姆，我呢就是一棵大树，我会发出好多的枝杈，每个枝杈上面都挂满果实。他们都叫我老奶奶、老太太，而你就是那个被我踩在脚下的根，我越老就被你拴得越深。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没办法放弃，我已经爱得一塌糊涂了。这么多天，海藻每次哭都是悄悄的，只敢流眼泪，不敢出声。他生怕自己的声音打破这种安静，让最坏的结局提前到来。然后他听小贝说，海藻，
我爱你。以前小贝一直说海藻从不珍惜，听得太多了，以至于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。然后就是在昏迷中，小贝说我爱你。海藻怕小贝醒来，然后清醒地丢一句，海藻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海藻拼命点头，拼命点头，他非常想答亲爱的，我也爱你，可他就是说不出口。他觉得他说的分量与小贝相比太轻，太轻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大吵大闹吧？我没有。在他犯了所有男人都故意犯的错之后，我走了所有女人都走的同样一条路。这世道真他妈的不公平啊！这就是，男人做事漂亮不漂亮是一回事，说话一定是要漂亮的；女人龌龊不龌龊是一回事，举止是一定要文雅的，这就是生存法则。不过女人到了我们这年纪啊，举止文雅不文雅，已经没人看了，说什么我估计也没人在意，没人听。男人们呢，一旦有了选择，有了条件，一定会疯狂反扑，弥补他们缺失的那段。什么？你想啊，人家最青涩、最萧条的时光，正是荷尔蒙最强的时候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没有，要钱没钱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要权没权，能守住一个就不错了。可是现在，就像撒了欢的小狗，关了半辈子的猛兽，一旦有了选择，有了条件，干嘛不成就青春时候的梦想呢？想当年，咱都希望拥有一件人字呢大衣，可现在，你看得上吗？现在，连羊绒都有了，你明明买得起羊绒大衣，干嘛非要去买一件过了时的人字呢大衣呢？得，明白了。咱的班花已经是昨日黄花了。她呀，就是那件人字呢。小贝，